那么这一期视频呢是我们的形体系列之前的形体系列我们分享了向前堆积层次、边缘层次、渐增、放射。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去分享到的是形体系列的反曲线总共是6个层次，这个是第6个层次。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区分区是一个上下的二分区，在我们这个侧区是分到了转角区以下侧中线这里呢大概是在发际线以上3个子位斜向后分一个圆弧形的分区。那么后区的分区高度这边是分到我们的枕骨点以上那么就意味着当你的分区分度分得越高的时候呢，我们后面这个层次的跨度就会增加下区会减一个轻堆积层次，结合到侧区边缘去除，上区也是个轻堆积，那么上面顶区是一个反曲线我们现在开始裁剪。我们先从后面向前去裁剪，第一片分垂直发片，逐渐分斜前发片。在这个区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轻堆积，所以我们的角度提升呢不要去高于这个分区比分区低1到2个子位左右。切口是一个上长下短，起刀长度表面不太适合剪得过短，这个地方如果说过短，你向下就会收得越短，会不好操作。来，这个起刀长度建议是在5公分左右。剪切口向内去收，越往下面呢，我们的长度就会收得越短，这边会形成一个上长下短的一个切口。第二片我们分斜线，第二片分斜线。发片我们原位去做提升，角度是水平第1个子位，靠位是原位，切口是上长下短。逐渐斜的往前分出第3片，那么第3片就刚好会分到我们的颈侧点。在剪的过程当中把每一个发片分干净。同样也是保证每一个发片以原位去做提拉，切口逐渐往下去降。第4片分到了我们的转角外侧，去剪我们的形体系列这6个层次，它都能非常去锻炼我们去剪短发的一个掌控力。每一个层次呢都是一个形体的代表，越是往外侧去剪呢，它这个轮廓的形状会随着这个发际线的高低而产生这种自然的轮廓长度。每一片都是原位走过来，一直剪到我们的侧中线为最后一片。那么我们这边呢就完成了。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靠位都是原位，除非说是碰到我们的后面发际线非常窄的，我们才会去进行一个靠位，去延长这边长度正常的话原位剪就可以了。底线呢我们稍后层次剪完之后再去收点。另外一边，通常在这种纵深距离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分开分段去剪，要么是先剪上半头，要么是先剪颈背区域，都可以。
无论你是先去剪上面，还是先去剪底下，都可以去操作。比如说我先去剪上面，底下可以稍后再去收，这样相对于操作的掌控性来说呢，会更好一点。左右两侧保持相同的靠位以及相同的角度，角度都是在水平大概第一个指位，靠位是原位。都是分斜线的去做分区。剪完2、3片之后呢，建议各位去横向的去检查一下，去检查一下左右两侧的一个对称度，一直这样逐渐去剪到这个转角外侧。当转角外侧剪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收底下这个长度。再去剪底下的时候，你分的如果说过于垂直，我们很难去操作，可以稍微或者分斜一点点。可以看到稍微分斜一点点。同样是找到我们的上面长度以及另外一个长度，去为参考导线。观察底线落点啊，它一定是一样的。再来继续。右边容易剪重的，一定要学着要反着去梳，由内向外去做梳理，这样才可以呢把发根给梳起来，给梳透，右边才不会容易会剪得长。每一片分均匀，先将发根梳开，梳通透。一直相同的方式，我们逐渐的修剪到外侧，这样基本上按照这种方式去操作，它会大大去提升我们剪两边的一个一致性，两边会更加的对称。越是剪短，对于这个层次的连接的细腻度要求就会越高，所以一定要注意。边剪边去移动我们的头的位置啊，头不要一直保持前倾的，要边去转动。这边最后2片可以反手便于操作一点。一直剪到我们的车中线停下来。这样后区剪好之后，再横向去检查一下，拉到提升的高度，检查一下，基本上没问题。以及呢，再去转角这个地方检查一下。好，后面剪好之后，我们去修剪侧区。侧区跟后区一样，我们都需要去做服帖啊，做收紧。后区是一个轻堆积，那么在侧区呢，我们去修剪一个边缘去除。所以我们从前面开始去下刀，我们鬓角长度要落在耳垂。这个头发呢，这个发型它出来的结果，整个轮廓区域都会比较短，比较精致啊，所以说长度设定也会比较短。
我们将角度拉到这个分区的高度，拉到分区的高度。先剪一刀，我们去看一下长度落点。再垂左右就可以了。再来，发片呢，我们原位去做提拉，都是找到上一个为导线。那么剪到这一片呢，我们会去分到后面，后面能剪到的地方呢，我们把它给剪掉，后面能剪到的地方把它给剪掉。首位就定在这个侧中线的地方，后区这个表面头发我们会带到这个侧中线去进行一个连接。那么这样这个层次剪好了之后呢，我们再去把发型的轮廓去定一下。这个头发呢底线都会比较短，所以轮廓会剪得比较干净，比较立体。我们呢去把这个边角头发分出来，再去单独去设定一下我们的侧区的外线，低角度的向后去带，我们这个长度会选择露出耳垂，剪一个斜的边角，剪一个这种斜的边角。然后呢，我们再去将后面这个发际线跟这里短的地方做一个衔接，这里分开，看到这个落点长度，就把这个多余地方大概1公分左右长度，把它给剪掉。这里往前去带，带到侧中线的位置，角度拉到水平90度。这样就可以了。耳后的轮廓长度收完之后，我们呢再去收这个底线长度。底线长度呢，我们去向前去划，我们去收掉大概1公分左右。向前去划，大概去收掉1指围左右。所以底线形状呢，一定要去向上去走，显得更加立体收紧。这样我们后面这种非常精致的轮廓就已经完成了。后面是一个向前轻堆积，这里是一个向后的边缘去除，再去把轮廓进行一个设定。这种看着比较精致、比较短且立体的轮廓就会产生。来到我们另外一侧，从前向后拉到90度，注意我们的长度落点是在耳垂左右。一直这样逐渐的斜的向后去剪，原位去提拉，只有剪到侧中线的位置，我们才开始首位定在侧中线。首位定在这里，能剪掉的我们都剪掉。之后我们再去把这个边角头发给分出来，注意啊，边角分的宽度不能分得太靠后，否则这里的宽度会增加。这里分的宽度呢，一定是分下来之后，我们去看这个边角落点，这个落点不要超过耳朵，这个宽度看不要超过耳朵。我们再去向下去设定边角轮廓形状。
露出耳垂，斜的这个边角，再去把我们的这个发际线一圈，这里分出来，落在耳朵这个地方的多余长度，这里本来在1公分左右，把它剪掉，要向前去带，向前去带，拉到侧中线90度，底下长度不要去剪到它，只需要去剪上面就可以了。向前去带。那么这一步剪好之后呢，它轮廓落下来，它会有一个好的衔接过渡，这一块会比较自然。紧接着我们再去设定我们颈侧区长度，向前去滑，大概拿掉1个指位的长度就可以了。这样这个轮廓呢，既有收紧感，也有轮廓的这种立体感啊，看得比较干净。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角不要太长。在丝发的结构上呢，我们要去把该精致的地方剪得比较精致，整个轮廓都很自然 ，OK 了。这个头发剪出的效果呢，也会比较的看得比较酷。底下剪得不够精致，就不要剪上面，因为这个头发的下区的精致度很关键啊，非常非常关键。好，我们下区完成之后呢，来到我们的上区。上区这里呢，我们去从中心线这边分开。如果你控制力比较好的话，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分放射这种展开，由下向上剪一个轻堆积切口去连接上每一片原位。如果说你控制力不好的话，我们就分2层，每一层这样去剪。我呢就把这个切口分成2段，从中间这边开始去起刀。那么这样剪的话呢，对于一些掌控力不是很好的同学会更友好。剪轻堆积因为头位是前倾的，我角度会拉得比较高，看到下面这个导线，那么切口呢还是依然是保持上面长下面短，跟它去连接上。逐渐的移动放射向前去分，越往上呢，我们的角度要进行提升，切口要走一个圆形，逐渐移动放射，每一片给它要分薄一点点，这样会更好的掌控。越往上呢，角度是提升的。每片都是走原位过来，不要去靠位。到头顶要从发根完全舒展开，角度提高。这里越接近于侧中线这里呢，越会跟底下产生一点点的不连接，因为这个下区呢有向前把这个长度给去掉，它是从后面是连接的。你只要保证你的每一个发片，我们都是正常的走原位走过来就可以了。接近侧中线的这里，它就会跟底下产生一点点的不连接。
那么这样我们注意去看这个重量的高度呢，它一定是在耳孔偏上，在耳孔偏上一点，它后面的层次度对比会比较高。来，继续另外一侧，另一侧也是一样，我们从中间这边我们去分放射，角度提高。越往上呢，我们的提升角度会越高。在剪到上面之后呢，我们的切口展开面尽量呈现一个圆形。一直原位的向前去做修剪。逐渐的往上，这个分线啊是逐渐的往上，以及逐渐往下、往前去做移动式的放射。分的发片都是上窄下宽。先把方向往前先输出来，这样会更便于我们操作，以及呢更容易避免右侧容易剪的过长过重。这个角的后面这个面，它看来是直线型往上，后面显得会非常立体。不要去管下区啊，它跟侧中线这个地方是不连接的，因为侧面是短的，这个起刀长度这边是短的，我们只要正常的原位走过来，我们去看这边落点，应该也是一样啊，在耳孔以上，后面这个面非常收紧以及立体，然后我们再去从前面这里做一个抹圆动作，以及在头顶表面检查一下，这里一定不能出现重量硬线。斜向后同样的检查一下，这里不能过宽，都是圆的收窄的，不能过宽。进行一个打磨，这样这个面层次呢就会非常细腻。再横向的检查一下，我们后头部这里呢就完成了。前面做的所有的步骤呢都只是铺垫
为了去铺垫我们顶区的反曲线，带来长刘海的这种跨度。所以长刘海的跨度呢，它整个轮廓对比它是比较大的，它后面的层次对比，你看也会比较大，都是为了做好前期的铺垫，来去呈现这个大刘海。好，来到顶区，顶区呢，我们去剪反曲线层次。我们先把这个多余长度把它剪掉。顶区会找到我们头顶的这个长度，以它为引导，然后分线呢，我们斜向前去做分线。引导确定，分线确定，提升角度，我们要在头皮90度，并且切口要跟我的分区保持平行。这是第一片，第二片跟上一片相同的斜度，以及将我们的第二片的分区靠向我的第一片，2靠1，去延长前面长度。将剩下头发也是相同的带到我们的第一片，延长前面长度，形成后短前长的感觉。我们从这个面去看呢，它就是一个后短前长的反头型的效果。有一片漏掉的，把它剪掉。来到这一边，保持相同斜度的分区，也是斜向前去做分区。我们的引导参考是一样的，都是后顶区的引导参考。角度提升，头皮90度。将第二片带到第一片，向后的靠位，去延长我们刘海的长度。再去从中间的地方再磨一个角，因为两边是拉到这个转角对角去剪的，可以最大化去拿掉我们头的转角两边的发量。所以在中间地方呢，我们再去磨一个角，算是一个检查的动作。这样呢，顶部的层次我们就剪好了。顶部的层次剪好之后，我们将侧区头发落下来的长度，这边长度落下来之后呢，我们向下盖过这个边角，向下盖过这个边角，向后去带。
所以这个长度一定要盖过这个边角，向后去带，去延长前面刘海的长度。先剪层次，再去定我们这个轮廓，再去在这个中间的地方，我们去检查一下，跟后区这里去检查一下。这里尽量不要产生角，产生角越多呢，它落下来之后的印线就会越重。多在侧中线这个地方去磨一下，以及底线轮廓去检查一下，有一些不干净的话呢，可以去处理一下。这个边角长度吹干之后呢，再去拿掉一点点，要把这个耳垂完全露出来。这样就 OK 了。另外一边，这边也是一样，自然的往下。要目测这个长度刚刚好是跟底下这个长度差不多的，不要去长太多，要刚刚好盖过，但是呢不要长过，只允许盖过它，不允许长过它。将刘海头发向后面去带，形成一个这种斜的边角。再去从这个侧中线的地方我们拉起来检查一下，这里千万不要有角。检查一下这个轮廓的干净度啊，有一些不干净的稍微再去剪一下就好。要露出点耳垂，接近耳孔的位置，有一些不干净的就抹掉。刚刚好这个长度呢，跟里面边角长度是一样长的。前面中间地方这个角它是最长的，你去抹掉一点点，保留前面最长的部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决定去看一下这个刘海的偏分是往哪边分的。那么如果说我的刘海是往这边偏，那么我们还需要去在这个地方的转角，因为它是一个大偏分的刘海啊，在没有去做下一步之前，那么它这个分路可以随便去分，中分也可以，或者说是往哪一边偏分也可以。但如果说你是决定刘海是往这边大偏分的是往这边分的话，那么需要去在这个转角地方再去拿一个角。我们就在这个转角的地方，把小偏分头顶的这个量去拿掉，角度拉到90度，方向刚刚好是在这个转角这地方，就是偏分的这里，拉到90度，我们向上，把这个去减点层次出来，再去将大偏分的这一边我们都带过来，定点在这里。那么这一步剪完之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整个的 U 字区这个转角跟这个转角以及小偏分这边
都是短的，我们保留的是最长的刘海这一边。都定点到这个转角，能剪到我们就剪，剪不到的话，直到剪不到为止。保留的是这边的长度啊，当然短的这一边呢，同样这个长度也是能够去覆盖得住我们这个边角的。这个是大偏分的啊，就看着会比较立体啊，风格较为中性，适合一些比较酷的感觉。这边是最长的，它的边角长度是一样的，它的区别就是这一块长度啊会不一样。在没有吹干去看，我们去看这个整个形啊，这种感觉，一定要去把这种比例啊，把这种层次的细腻度啊，都要完全去体现出来啊，去剪出来。好，整个结构地方呢，我们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头发我们是不需要去用牙剪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吹干，做一些轮廓的精修，把它给剪干净啊。好，头发吹顺之后呢，开始去进行精修。这个头发呢，不太适合去打得太薄，我们只需要把轮廓给切干净，轮廓精致一点。然后呢，堆积地方适当做点点剪，后面短的做一个徒手就可以了。可以先去把后面这个堆积面的地方我们拉起来去看一下。这个只适合去做一点点的小点剪，不可以去把这个地方点得过碎。层次剪得越高的头发，越是要保留这种切口的实度，这样它才会更稳定。需要做一点点小点剪。每一层从下到上还原到这个切口，点剪不要太深，适当的把这个面切口面做柔和就可以了。后面这些比较短的区域，这些比较短的区域呢，可以通过徒手的方式，再服帖一点。把表面这些毛毛躁躁的地方做干净。剪刀可以斜着，斜着利用惯性做徒手。然后呢，再用表面把这些毛躁地方做干净，这样它会收得更紧、更服帖。轮廓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稍后再去切一下就可以了。侧面我们去把侧面给边角呢做得更干净一点点，这些长出来的头发都可以不要。
这里每一层把切口点一下，点着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个边角重新切一下，微微的露出点耳垂到耳孔，从后面开始，把边角切得更立体一点。切完之后呢，再用小点剪把切过的地方做点柔和。边角有这个精致度就够了，沿着耳孔这种切下去。那么紧接着呢，再来到后面，再把后面这个轮廓跟前面边角做一个衔接。首先是底线，底线呢我们需要去斜的向上，不要走圆的，斜的往上，走一个直线。底线切过的地方也是一样，把这个切口一点点的去点揉，点的自然一点，一定要去直线往上去走。把边角头发分开，把耳后这里向下，从耳后这里向下，这个剪刀一定要向下去走，这里不可以向后去剪，不然会破坏这边长度。一定要向下，这里剪一个直线。这里一定要剪一个直线向下，让侧区轮廓形成这种感觉就可以了。我们侧区轮廓呢形成这种感觉，整个剪都非常干净立体，都是直线型的就可以了。上面头发落下来的，我们可以挑起来，把这个切口呢做一点点点剪。前面落前面这里底线不干净的，同样的，我们去把这边底线也去切干净，可以用梳子垫子去剪，这样呢就可以了。侧区上下是不连接的，但是它是长度呢是等同的，形成一个这样的跨度。顶上这个层次我们再拉起来，把这个切口做一个点剪。整头都没有去拿掉很多的发量，我们要使这个形体有还原度，所以说不能去拿走太多的发量。
在我们这边呢就已经修饰完成了，要的是轮廓的精致，结合到 U 字区的这种自然的程度。另外一侧，我可以先把侧区这个剪过的层次先适当挑起来做一个点剪，再去把外线这里呢向后，把发际线轮廓剪得干净一点。这边我们要露出耳垂在耳孔左右向前，切过的地方再做点小点剪，进行一个提修。跟另一侧保持一样的一个长度。后面这个底线的地方，同样我们直线型的往上去走。再把剪过的切口呢，我们就做一个小点剪，让后面底线呢呈现一个向上的，像 V 型一样的。再把我们耳后的区域要把侧区分开，单独的去把后面这个发际线露出来。我们剪刀向下，一定要向下去剪。如果说没有向下，会使后面这里打得过开。一定要去保留住这个颈侧点这边长度。只有这个角保留了，那么这个弧度呢，这个外线才会更好看。一旦打得过开，就过于男性化了。好，那么另一边也是一样，我们的底线地方呢，我们就完成了。外轮廓一定要非常非常立体。然后我们去把头顶的 U 字区这边地方，我们去拉起来做一个点剪。那我们的修饰环节呢就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简单进行一个带顺，那么整体的过程就好了。好，我们这一款反曲线层次斜裁就完成了。那么也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形体系列，能够去对于短发的几个形体的认知，以及对于短发的掌控力基本功，各位在观看以及练习，能够对各位对于短发方面有一个好的一个提升。再见。